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右穿大带富，左穿累累金，双穿有福又多金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的手相都是不一样的，因此每个人的运势也都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的手纹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、婚姻、智慧等等。那么如果一个人的手相是川字纹，代表着什么呢？俗话说，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，右穿大带福，左穿累累金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什么是川字长？一般而言，孩童是由母亲哺育长大，故大部分人的生命线的开端和智慧线相生连，称之为人字长，而两条线通常于食指及中指之间便分开，是最正常之长。越迟分开，受母亲照顾的时间越长，相对而言其依赖性越强。如果为女性还可以接受，男性则为群交仔一名，长大后欠缺独立性。相反的，越早分开，受母亲照顾的时间越短。若生命线与智慧线分开而生，称为川字长，显示其人与母亲缘分较薄，即使与母亲同往，也难以得到母亲之关怀爱护，自少便很独立。渐渐的会偏向自信，做事较为主动积极，勇于负责，处事果断，于感情上爱恨分明。如没有好好教导，便容易过于自负、主观、倔强，因而处事处人也会过于的任性，而影响人际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智慧线与生命线分开不连在一起时，与感情线组成，三条线方向大体一致，却从不交汇，看起来像一个川字形的掌纹，称之为川字掌。二、川字掌的人命运如何？根据最普遍的说法是，川字掌与悟性认知有关，具有直觉性感知倾向。川字掌往往意味着精神亢奋，身体能量状态较高。这种心理因素产生的效果便是有魄力、勇敢、精神思维强、悟性好、直觉强、艺术感好。所以有川字掌的人具有超前的意识，善于对未知的、未来的、偶然的事件的感悟和把握。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个性独立，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，很难依靠男人。若配偶和子女的能力稍弱，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，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。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及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，宜配较自己年长之男性，又或者是异地姻缘，聚少离多，反而相处愉快。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，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后发达起来。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，自尊心超强，但同时他们也比较的鲁莽，性子急，做事往往不计后果，即使完成了任务，也有许多错误发生。在事业上，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易成功，一生阻碍多，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，到处碰壁，最终导致失败。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，最好选择一个心性的人比较合适。另外，这类男性因为在性格上比较叛逆，自尊心极强，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，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。作为单身人士来说，因为性格多半不易被异性接受，所以晚婚的可能性比较高。不同川字掌的人命运如何？川字掌的种类有3种，下面就来针对这3种川字掌来进行分析。一、左手川字掌。一、精力充沛，勇敢执着。左手川字掌的人含有领导能力和活动力，这类手相的人通常精力充沛，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，以致这类人有魄力、勇敢、精神思维强。左手川字掌的人悟性好，直觉性强，学什么东西都很快，只要是自己想学的东西，通常都能样样精通。二、控制欲强，感情路坎坷。左手川字掌的人占有欲很强，同时控制欲也很强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，属于时时刻刻想控制着自己的爱人，就算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地方，他们都想要干涉，往往让对方喘不过气来。所以这类手相的人往往感情无疾而终，或许要多经历几次感情的磨难，才能更好地懂得其相处之道，比较适合晚婚。三、事业有成，财运不错。
左手川字掌的人有很多优秀品质，对事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再加上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，轻易不肯服输，所以往往在事业上取得不错的发展。事业有成，那么财运自然不会太差了。2. 右手川字掌分析。1. 性子比较急，做事又鲁莽。右手川字掌的人多半性格独立，他们很有自己的主见，做事大多依照自己的想法进行，很少被他人的情绪左右。但是右手川字掌的人性子大多是比较莽撞的，做事很少思前想后，往往做事不计后果，有时候即便完成了任务，也有很多错误，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。2. 事业运势不错，很有事业心。右手川字掌事业心还是比较重的，这类人通常悟性高，一点就通，如果能改掉自己莽撞的性格，在事业上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。还有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，事业上平步青云，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好。一般来说，这类人的一生还是比较好运的，很少会因为经济问题而烦恼。3. 感情方面比较坎坷，容易晚婚。右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比较叛逆孤僻，换句话来说就是比较的不合群，再加上他们自尊心比较强，容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，所以在感情上容易和恋人发生不愉快。单身人士的话，异性缘不是很好，所以这类人大多会晚婚。3. 双手川字掌分析。1. 独立性较强。双手川字掌的人从小就比较独立，这类掌纹的女人很少会依赖他人，即便找了男朋友，大多也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不会是那个小鸟依人向男朋友撒娇的类型。双手川字掌的人非常能吃苦，有着很强的毅力，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下去。2. 事业出色。双手川字掌的人个人能力非常出众，有着不服输的拼劲儿，往往能够在事业上比其他掌纹的人更出色。而且双手川字掌的人事业心也很强，将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倾向在自己的事业方面，多劳多得说的就是双手川字掌的人。3. 爱情路坎坷。双手川字掌的人性格是比较强势的，少了人的柔情似水，而且这类手纹的女人大多都是女强人的类型，往往让男人不敢靠近。而且在感情中，双手川字掌的人也比较霸道，喜欢占据主导，一些大男子主义的人往往不能接受，所以这类人的爱情路比较坎坷，容易晚婚。4. 有旺夫运。别看双手川字掌的人爱情路坎坷，但是一旦步入婚姻之后，还是比较幸福美满的。这类女人非常有主见，而且能力非常强，可以很好的分配工作和家庭和时间。不过这类女人在婚姻中比较缺乏情调，需要找浪漫一些的男人，这样生活才会更加的和谐幸福。有川字掌的女人通常情况下有旺夫，丈夫也很容易在她婚后获得事业的成功。综上所看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有川字掌的人事业运绝对是非常的旺盛。虽然感情有所磨练，但若能学会自己控制自己，慢慢调整心态，也是会有不错的结果的。以上就是关于川字掌的手相介绍，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川字掌的人群呢？感情线是人体手掌上的3大主线之一，它不仅可以表现感情的强弱，也能表现感情的归属。我们今天用对比左右手感情线高低的方法，判断你的爱情观和偏好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测试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一起做做看。首先，请记住感情线的位置，然后双手合十，将左右手的每根手指都对齐，最后将双手摊开，保持掌心向上的姿态，微微向内弯手掌，同时把小拇指的一侧紧紧相贴。完成以上这些操作后，接下来观察两只手掌感情线位置的高低，是左手感情线较高，还是右手感情线较高，还是一样高？确定后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，就能对今生的感情运有所了解啦。1. 左手感情线比较高。这类人对感情抱有着浪漫幸福的幻想，渴望偶像剧情在生活中上演。他们对感情很投入，一旦喜欢很快就会陷进去，会全心全意对另外一半好。而且这类人习惯单恋，经常陷入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，你不喜欢的人偏偏缠着你的窘境中。
对感情很看重感觉，喜欢顺其自然，看似不愿强求，其实内心有些自卑，有些丧。他们很看重颜值，和长相好看的人交往会满足他们的虚荣心。最后的结婚对象很可能是年龄小一些，但有活力、有颜值的异性。年轻时对待感情很洒脱，但随着年龄增大，内心很恐慌，害怕最后将就结婚，害怕自己不会获得幸福，凑凑合活一辈子。这类人性格有些强势，喜欢比自己强，或者性格斯文温润的异性。不过恋爱后你会过度依赖另一半，甚至会失去自我。另外，你的控制欲超强，了解对方的一举一动会让你更有安全感。年轻时眼光差，容易遇到渣男贱女，容易在感情中受伤，所以对爱情的态度是不安中掺杂着期待。不过随着阅历增长，心理越来越强大，眼光精准度也会越来越高。这种不安感会慢慢变淡，但很难彻底消失。他们看似很强大，其实内心很柔软，有贤妻良母的潜质。遇到真心喜欢的人，你总会想办法尽善尽美地展示自己，但结果往往相反，会把事情越搞越糟。你还会为了喜欢的人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，你希望通过牺牲感动对方。2. 右手感情线比较高，这类人比较早熟，自制力很强，待人率冷淡，在异性眼中属于很有距离感和神秘感的类型，而且他们很有魅力，把工作、生活、爱情、朋友分得清清楚楚。因为不会为爱付出所有，所以异性总想要彻底征服你。第六感很强，是感情中的福尔摩斯，另一半想要欺骗他们，绝对是做梦。这类人很坚强，不懂得示弱，内心渴望有人疼爱，不爱时会对感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模样，爱上后会把内心最柔软的一面给对方看。这类人会和年龄稍大的人结婚，对方性格会很成熟，很有包容心，你很难抵抗有丰富的精神世界、有格局、有品位的异性。他们的结婚对象会比较有钱，婚后不用担心物质生活，婚后的生活会比婚前顺心很多。这类人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吵架时虽然不记仇，但习惯翻旧账。有时候你们还喜欢玩冷暴力，这点很不好。自尊心很强，因为害怕被拒绝，所以很少主动表白，在感情上有时候很怂。他们性格很谨慎，对待婚姻非常的理智，对未来有自己的规划，因为想要通过婚姻实现阶级跳跃，所以闪婚这种事很难发生在你身上。3. 左右手感情线一样高，这类人性格比较倔强，对感情很敏感，越是喜欢一个人越没有安全感。他们比较直率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，很难有中间地带。有感情洁癖，对感情很理性，一直信奉靠别人不如靠自己的原则，不太懂得示弱，让另一半又爱又恨。这类人对爱情不愿意将就，宁愿背负着单身的压力，也不愿找个人将就结婚。拥有良好的教养和品味，是家长眼中的好孩子，所以很容易获得另外一半家长和朋友的喜爱和肯定。他们的眼光很高，择偶比较挑剔，虽然对另一半外貌有要求，但是看重对方的实力。晚婚居多，结婚对象多是潜力股，婚后生活会越过越幸福。这类人习惯表面上对感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实际上很缺爱，很渴望有一段稳定浪漫的恋爱关系，在感情中也会时刻保持独立，对自我要求很高。无论感情中受过怎样的伤害，都希望能够体面的活着，对爱情要求绝对的忠诚，无法容忍另一半的出轨背叛。一旦发现，无论心多痛，都会毫不犹豫的离开。这类人经历过几段伤心的恋情之后，才会遇到结婚对象。谈恋爱对你们最大的影响，是你们懂得爱自己才是最大的真理。桃花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好，而且这类人很旺家，娶到嫁到就是赚到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通过手掌中感情线的不同形态，也能够了解一个人感情运势的吉凶。下面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8种常见的感情线。1. 延伸到食指的感情线，就是尾端止于食指下方丘位，表示为人天真烂漫，感觉敏感，喜欢美好的事物，有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感情上对物质方面不太苛求，但很重视心灵的沟通，
不敢太直接表达爱意，有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态。像这类人对感情特别重视，就有点感情，有严重的感情洁癖。2、长度适中的感情线，就是尾端止于食指和中指中间，表示为人成熟稳重，个性开朗大方，表达能力十分良好，有正常的人际交往。对感情方面选择观念相近的伴侣，并且希望对方真心的付出，彼此能够共谱美好的恋情。3、延伸中指的感情线，就是尾端止于中指下方丘位，表示重视物质，喜欢享受，生活有奢侈浪费的倾向，有沉迷物欲的可能。感情方面占有欲强，猜忌心重，对伴侣百般要求，但多半是肉体方面的，而且容易感情不专。这类人也有轻微的感情洁癖。4、笔直清晰的感情线，就是横越掌中但不向上弯，表示为人自私自利。感情方面，由于事业心重，企图心强，会忽略另一半的感受，彼此关系会逐渐冷淡，会后会形同陌路。5、长度过短的感情线，就是位于无名指下方丘位，表示为人重视利益，属于享乐主义，对人不会真心付出，显得虚情假意。感情方面有喜新厌旧、用情不专的现象，经常更换交往对象，容易有三角恋、追逐一夜情的倾向。6、断掌横越的感情线，这是俗称的断掌手纹，表示为人意志坚定，行事独特，不受他人约束，所以展现强势的态度，会让旁人感到莫名的压迫。感情上容易固执己见，坚持理想原则，身段无法柔软，往往有自寻烦恼的现象。这类人往往会有些神经质。7、波浪形状的感情线，表示为人木讷，老实憨厚，很好拜托请求，人际还算不错，但感情方面不懂得浪漫情调，常常误解风情，让对方不知所措，彼此的步调不搭嘎，因此很难维持稳定，需要激起爱情的火花，否则感情无法长久。8、尾端下弯的感情线，表示为人充满自信，很有见地，愿意为他人牺牲奉献。感情方面会显得稍微吃亏一点，因为心肠太软的关系，很容易相信对方的谎言，而有被欺骗上当的现象，导致感情路有坎坷挫折。以上就是几种关于感情线的相关解析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，此文就没有一一列出来啦。如果感兴趣，小酱汁下次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情况。朋友们可以观察自己的感情线，看看有没有上面提到的某一种特征，仅供娱乐参考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财运的积累方式有很多，有的靠辛苦的劳动一点点积累，有的靠机运和才干，事业越做越大，财富也越积越多，有的则属于发横财，例如中大奖或者财帛、炒股赚钱、一夜暴富等等。从命理的角度讲，将前两种需要自己努力积累财富的方式称为正财，而将最后一种方式称为偏财。通常来说，偏财旺运的人往往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够成为富有的人，所以是许多人都羡慕的好命人。但是这种好命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，这是一种福分的体现。那偏财旺的人都有哪些特征呢？如果没有这些偏财特征，又该如何催旺偏财运呢？下面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一下。1、偏财旺的人都有哪些特征？1、木星丘发达。正如风水中每一处住所都有一个财位一样，在人的手掌中也有一个财位，其所在位置便是食指根部，人们称为木星丘的位置。从风水学来讲，巽中包含辰、亥、巳，辰为水的木库，水为财，木库之位自然就是财位，并且巳是地户，亥是天门，地户代表结果，代表所藏，代表所得，所以在这里称为手掌的财位。假如木星丘生的丰隆红润，饱满不下陷，其人必定有很好的偏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挣大钱。2、水星丘、金星丘发达。在手相中，将手指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拇指根部称为金星丘，这两个部位也代表聚财。例如这两个部位生得丰隆凸起，而且肉特别厚，也容易得到偏财或者横财，或者说一些清闲之下自然得来的财，其人容易一夜暴富。3、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的新闻，
太阳丘或者木星丘这两个部位，任何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，也是一种偏财旺运的表现，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从而赚来财富。假如太阳丘处有星纹，而且与婚姻线有连结，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。如果太阳丘处有星纹且与太阳线有连结，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，赚取财富。只是这种幸运的星纹出现后，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得住，要看事前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得如何。4. 手掌上有多条财运线。在手相中，将手掌无名指根部或者小指根部出现的竖向纹路称之为财运线，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、运气、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。这样的竖线出现的越多，代表其人的财运也就越旺，也象征着其人的财富收获不仅靠正财，偏财运同样也很旺。5. 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。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将会发财，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，将能发大财。这种人多半是出现个例机遇而突然发财。6. 左右脸大小对称，双耳不一高一低，左右眉不一长一短。可以对着镜子想象一条直线把整个头从中间分成2半，最好的情况是左右脸部非常的匀称，当然极少有人是完全对称的，但至少不要相差的太多。此外，有些人眼睛一大一小，这种眼叫做雌雄眼，非但不会减弱财运，甚至还会带来意外之财。7. 鼻形丰厚饱满，鼻翼大小对称，鼻孔不外露，鼻上无痣。鼻子对财运影响很大，相书上说，问财看鼻，看鼻相可以晓得一个人富不富有。鼻相好的人呢，一生多财气，生活很富裕。那要如何才称得上是有偏财运的好鼻相呢？首先，鼻洞不能一大一小，或是鼻翼两边大小不一，否则恐怕与偏财运无缘。此外，鼻子要长得好，鼻头有肉，鼻翼饱满，即使无法拥有这样的先天优势，也要切记保持鼻子的光滑清洁，勿令其长痘或者受伤，也不要穿洞带环的，否则会破坏财库，令财气散去，偏财好运当然不聚。8. 眉毛不杂，眉尾不散，眉毛不压眼部。眉毛的末端有聚财的能力，越是聚拢，越是表明能够积攒钱财。例如眉尾疏散，表示这个人情绪容易波动，判定能力不强，心智不够成熟，30岁以前没有偏财运。此外，眉毛不能向下倾斜压住眼部，否则会挡住财运。9. 额头宽广明亮，有财有缘的人额头一般都宽广明亮，假如额头太尖太低陷，会影响财运的集聚。10. 颧骨突出，丰厚饱满，颧骨的高低对偏财运的影响也不小，两颧平线的人即使能获得大笔的财富，然而也站不住，守财能力有欠缺。11. 耳廓形好，耳垂厚实，好耳朵是福气的象征，而财运常落有福之人，所以要让耳朵变得更有福气，不妨时时揉搓耳垂，在定点施压推拿，让耳相更好，耳垂更厚实，可增加福气。12. 口阔有收，俗话说嘴大吃四方，那些嘴巴大的人多心胸广阔，有气势，很容易获得财运青睐。可别光羡慕或者向往樱桃小口的秀气，即使嘴巴大方能吃住四方财，也代表此人有发财的基本运气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必须是口阔有收，这样才算是好的口型。假如嘴巴不紧闭，那么财运可能会光临，然而也跑得快。同时保持双唇红润，笑口常开，对偏财运也有很大的帮助。13. 手掌厚实且气色红润，手相看一个财运好坏，主要看手掌。手掌肉通常是越厚实越好，若是太薄太干的话，表示不容易赚到钱，或者赚到钱也守不住，几乎没有偏财的来源。此外，可以观察第一火星丘的位置，也就是食指下面靠近拇指的那一小块地方。财运来临时，此处会呈现红点般的气色，并逐渐聚成一片，愈大片表示财运愈好。当财运远去时，这一片好气色也会随之消失。
有些人手上随时都有红润点的色点，有此手相的人一生多机缘巧遇，财运极佳。2. 如何提升偏财运？想要提升自身的偏财运，可以从多方面考虑。小酱汁下面主要从风水和生活2方面为大家介绍。1. 风水方面，2021年辛丑流年飞星中，代表偏财运的600武曲星入中宫，代表财运的800财星入正西方。2022年辛丑流年飞星中，代表偏财运的600武曲星入西北方位，代表财运的800财星入东北方。所以对于有求财需要的朋友来说，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常办公的地方，客厅或者办公桌面要保持整洁，井井有条，有利于提升偏财运。而家中的正西方或者办公桌的正西方可以摆放黄水晶球、金蝉等风水吉祥物，提升整体财运。2. 生活方面，古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提升偏财运也可以从这3方面入手。1. 从天时看财富运势。天时可指流年辛丑，对于丙丁火日出生喜金的朋友来说，2021年财运相对来说会比较不错。如果财运方面没有起色，那就要注意桃花方面。而对于非丙丁火日出生、八字喜金的朋友来说，2021年各方面运势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平顺，但不一定财好。而对于八字不喜金的朋友来说，如果今年有投资、炒股等意向的话，最好持观望状态，不要贸然入市。2. 从地利选出游方位旺财。地利可指有利于自己的方位，喜金者出行游玩以正西、西北为主，喜土者出行游玩以本地、东北、西南为主，喜木者出行游玩以正东、东南为主，喜火者出行游玩以正南为主，喜水者出行游玩以正北为主。多去自己喜用五行的方位，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运势，当然也包括财运。3. 从喜用看穿什么颜色旺你。人和可指穿着，通过日常服饰搭配助旺自己。喜金者可多穿白色系、金色系的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圆形、半圆形为主。喜水者可多穿蓝色系、黑色系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波浪条纹、梅花图形为主。喜木者可多穿青色系、绿色系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直线、长方形为主。喜火者可多穿红色系、紫色系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三角形、尖形、多角形为主。喜土者可以多穿黄色系、咖色系的服饰，服饰图案多以正方形为主。上述信息也适用于佩戴像是包包、帽子、项链、手链、戒指等等。当然了，生活中并没有真正的不劳而获，即使中彩票了也要填张彩票，而且毕竟一个人的生活中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以正财为主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赚的钱最踏实，也最容易守住。如果真的有横财或者偏财的话，也可以将其看作是锦上添花，切不可当作主要追求的目标，生活才不会乱了章法，也会过得更有味道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